大家好，我是大王。千呼万唤始出来啊！王菊在隐忍了2天之后，终于在他的油管频道更新了一个声明，详细的讲解了这次事件爆发的始末，以及他和前妻李听之间的关系，信息量非常大，可以说是全盘否定了李听在直播中的各种说法，包括抚养费的问题，包括和女儿关系的问题，也包括离婚的问题等等一系列啊。因为他这段声明的信息量巨大，所以呢，我会把他所有的声明都会给大家呈现一下。又因为他每一段声明几乎都对他前妻李听的直播的各种说法给予了全盘的否定，所以我会对他的声明给出我的分析和看法。王志安声明：各位朋友，过去2周无时无刻不在煎熬之中，直到上周日晚，无数朋友的劝告陪伴都告失败，所有私下的努力都告破裂，整个事态终于爆发。很抱歉让各位看到我情绪崩溃的场景，无比脆弱的一面，我没能处理好我身边亲人的问题，无比惭愧。我的前妻李听从周日晚开始在网上做直播做视频，对我有诸多指责，我一直没有回应。考虑到孩子，也考虑到对他病情康复的影响，许多朋友都给我发来信息说，王菊忍住，不管多大的委屈，你是个男人，你就要承担。我和李听离婚已经3年半，但有一个共同的孩子，即便我们离了婚，我一直把他当作亲人。他中间有个错别字叫亲人。承担这一切也是我分内的事儿，谁让我们夫妻一场，还有个谁也无法割舍的孩子呢？但这些指控中有些甚至涉嫌到犯罪，比如说家暴，我如果一直沉默，就相当于默认了。王菊这段说的在理这都已经涉及到家暴等等一系列问题了，你确实不能沉默了该说要说。我不仅仅是我自己，我还是个父亲，我不能让女儿对父亲产生足以构成伤害的误解，同时我还是一个公司的核心创作者，我无法工作，整个公司就会全部停摆。如果我默认这一切，不光我自己名声扫地，过去3年我们这个团队辛苦打拼出来的这个海外中文媒体就可能就此歇业。说到这儿，我想插一个题外话，其实咱们华人群体对于艺人和网络红人这个道德水准要求有点偏高。我认为只要没有做出那种对社会危害影响极大、性质极为恶劣的犯罪行为的话，那么像家暴这种如果他事后诚恳认真的认错，并且也受到了一定的惩罚，那么他们的生存和职业发展，我觉得是可以原谅的就没有必要把一个人一辈子一棒子就打死。当然了，前提他是必须他认真诚恳的认错，并且表示以后再也不做出类似的行为。好，我们继续读王菊的声明。考虑再三，我还是要发一个声明，请原谅，由于事涉诸多当事人的隐私以及未成年的孩子，我不能说的太过详细，我也不想将我和李听遭遇的各种过往全都晒到网上，让看客们评论是非。我只会在最低限度内澄清对我来讲不得不澄清的内容，我也不会就这些内容贴出聊天记录、离婚协议等等的证据，但我以我的生命担保，我以下声明内容全都是真的。那这一段其实王菊可能重点突出的就是说，因为隐私等等各种原因，他不会贴出聊天记录和离婚协议等等证据。那有人跳出来就想说了，那可能是不是王菊就想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就想空口白牙的信口雌黄？那我觉得王菊他作为一个非常严谨的新闻人他应该不会犯这样低级的错误。离婚协议，你想他手里有，李听手里肯定也有那肯定是1式2份，甚至有可能有第三方的律师参与其中。那所以说这是一个非常容易查证的一个内容。那后面呢他也谈到了关于离婚协议里面以后的再婚再育有子女的一些约定所以我相信如果王菊他虽然没有贴出这些证据，但是他大概率不会把白纸黑字这个离婚协议里面的内容颠倒黑白的来说。后面我们会具体看到他声明里面谈到了离婚协议里面关于子女的一些内容，尤其是这里面王菊说的，他说他以他的生命来担保以下内容全都是真的。敢说出这样的话的人，要么是真君子，要么是无所畏惧没有敬畏的真勇士。
我们继续讲。一，我从未对李听进行过任何家暴，无论在中国还是日本，无论婚内还是婚外。李听由于患有严重的抑郁症，经常有极端行为，而且施舍孩子。我们在家庭生活中有过肢体接触，但都是为了治子。我们在北京生活的时候，因为家庭纠纷，李听曾经多次报警，但没有一次警方认定我对李听实施了家庭暴力。那王局的这第一段声明里面，好像是否定了李听说的他对他施加了家庭暴力，实际上他和李听的话反而是真的对上了。你看大家看一下哈，他的意思就是说他有过肢体接触，也就是说啊，在李听眼里的这种家暴行为，在王局的眼里呢是一种肢体接触，而且他肢体接触呢是为了制止悲剧事件的进一步的产生，而且呢他又有警方为证。那警方呢又说他并不存在家暴行为，都不了了之了。这跟李听那个说法也对上了。李听报过警，然后警方也来调查过，所以这个都是有据可查。然后最后呢，警方呢，那大家也知道，中国大陆警方对于家暴往往存在的一个和稀泥的一个态度，就是你们家里的事情，如果身体上没有受到明显的这个伤害，你就不要浪费警力了。尤其啊，你看李听在视频里面还讲过，这个警方啊，一看到王局，还是个名人，就说你看你们的家庭这么好啊，又是名人，又有了新的宝宝，那你们就好好过日子吧。然后一看他身上还没有什么伤痕，也没有淤青，因为李听当时说嘛，说警察问他有没有淤青，他一看说身上没有淤青，可能要过1-2天才能看出身上的淤。那在这种情况下，客观说，如果我是警察，我可能都不会干出来把王局给带走，然后进行详细调查的。那警察的一些做法也真的不是不可以理解。那你想，人家孩子刚出生，确实身上也没有非常明显的伤痕啊。那现在主要的说法就是两人有过肢体接触，然后在女方眼里这就是家暴行为，在男方眼里这就是一种制止悲剧事件进一步发生的肢体接触而已。那如果就把男方给带走了，拘留了，什么调查了，然后这男方还是个名人，无论如何从任何角度，这个小警察回去要不被领导批评那都怪了。所以啊，你看同一件事情，从双方不同当事人的角度来看，它就是截然不同的一个情况。同一件事情有完全不同的结论，是不是很可笑？但又那么合理。那我从旁观者，我主观臆断一下，那这个事情的真相是啥？好，这事情的真相啊，它就是中国普遍性的家庭里面那种纠纷。从王局的这样的具有大男子主义情节的人的眼里面，这就不是一件事儿。但是从患有抑郁症的李听的眼中，这就是一个非常暴力的行为。而且其实从王局过往的很多行为和他的节目中也可以看得出来，王局啊，他并不是一个非常有包容心和耐心的人。那前期又有抑郁症的情况下，他肯定是在这个家庭里面已经有了很久的一个忍耐，到一定程度他无法忍耐的时候，他就会爆发出来。这就是为什么李听会多次报警。所以说从他们双方的角度来看，他们看到的世界是不一样的，他们给出的事件的真相也是不一样的。那最后如果要定性的话，抑郁症患者他本身就是一个弱势的一方，王局在这个双方的关系里面肯定是强势的一方。在长期面对抑郁症家属的情况下，那么王局这一方他会有非常多的压力和情绪上的压力，所以他有时候会爆发，这可以理解。但是呢，可以理解不代表他做的是对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足够的金钱支持，能够给病患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照顾，比如他可以请2-3个人来照顾，那么抑郁症对于富人家庭来说可能不是那么大的问题。但对于王局来说，从这个角度，其实我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理解他的。但是在一些关键的节点，比如说李听在生产前后这段时间的情绪，因为激素等等各方面原因，肯定会导致他的抑郁症更加的严重，而且可能这个期间他可能因为要生小孩了，所以他对抑郁症的一些药物可能也要停止这个药物的服用。所以在这段时间，我觉得王局他就应该有更多的包容性，在这段时间就是不应该爆发的。在这个时候他一些爆发肯定是一些不合格的表现。我们再来看第二段讲的是他和李听移民日本的始末，这个跟李听的说法是完全不一样的李听的说法是王志安先去的日本，然后要求李听必须带着孩子去日本，这样他才能够在日本放心大胆的做治国理政的节目。也就是说，李听移民日本是做出了牺牲的。那咱们来看看王局的说法。二，我和李听移民日本最重要的目的是为了孩子在日本接受教育。
李听刚开始有顾虑，我几次带他来日本参观过多家幼儿园，看过后他也认为好过国内教育，于是我们开始办理来日本的签证。另一个考虑是国内的生活环境对李听的抑郁症不利，换一个环境舒适的国家生活对他的健康有利。李听的原生家庭很不幸，认识我之前就患有抑郁症，怀孕生产过程中症状加重，我带她看遍了北京的医院，从北大医院到和睦家，从六院到协和，大约从18年开始，在协和医生的指导下开始接受药物治疗。那这段就是第一，王菊表达了他是一个很有责任心的人，就带李听去看了很多医院啊，跑遍了非常多的医院啊。第二点呢，其实他就想表达李听呢，他是抑郁症非常严重的一个人。第三点啊，他就是说，并不是像李听说的那样，让李听来日本是为了让他自己可以放心大胆的做节目，而是说为了孩子的教育为主，为了李听的健康为主，换一个生活环境对李听的抑郁症有好处。那对于王菊的这个说法呀，我提出几个不同的意见哈。王菊他这里面没有谈到他最开始有念头移民日本的这个时间点，也就是说不知道他是在封杀之前还是封杀。那为什么王菊突然之间就认为孩子应该在日本接受教育，而且还非常坚持？这个我觉得有点突兀啊。他是因为朋友的介绍，还是因为自己在网上看的一些信息？所以这个动机就存疑。另外一点，王菊啊，其实就在暗戳戳的表示，李听来日本并不是为他做出了牺牲，反而是为了治疗李听的抑郁症啊。我觉得这个点啊就非常巧妙啊，因为他和王菊之间矛盾的一个焦点就在于李听认为他为王菊做出了巨大的牺牲，为了王菊能够在日本放心的做节目，他放弃了在国内的一切，所以为王菊做出了金钱事业上面全方位的牺牲。现在王菊把这个全否定了啊，后面还有进一步的否定呢，后面我们再具体再说。那我对这一点为什么提出一点质疑，就是我认为从一个正常的逻辑来讲，王菊当时在国内是有影响力的，他带李听看了很多抑郁症的医院，为什么呀？一方面就是因为他有这个财力的支持，另一方面更重要的原因应该是因为他有很多的人脉。他王菊大小在国内他也是个名人，对吧？他能够认识很多人，然后能够非常便利的认识到一些专家，而且能得到比较好的一个治疗条件。他们两个来到日本之后，你想，第一，新移民；第二，没有多少钱；第三，两个人不知道该干什么工作呀，就是基本面临着没有收入。第四，是否能办下来永居签证也是未知之数，因为他们还不是日本的居民，可能在就医的过程中都要自费进行医疗，这个具体我不太清楚啊。就不管怎么着，也许这个花费不会低。那么你想，这样的一个所谓的新环境，那应该是一种非常焦虑的环境，对于抑郁症患者应该是雪上加霜的一个环境。我想对王菊这么理智聪明严谨的一个人，他会想不到这一切吗？所以说为了李听治疗抑郁症，所以移民日本，我觉得这个说法是非常存疑的。好，我们继续看王菊的声明。当初我以家族身份拿了签证，并没有决定在日本长期居住，原本的设想是李听带孩子在日本生活，我在国内工作。考虑到北京东京只有3小时航程，来去也方便，李听自从和我结婚后就没上过班。随着他抑郁症的加重，他其实已经很难完成系统性工作。2019年的6月，我被全网封杀，忽然失去了工作，甚至也不知道自己会不会被冰控。这年10月，签证办下来之后，我们一家匆忙来到东京。其实这段就是继续否认李听因为他失去了在国内的事业，也就是说他们在去日本之前，李听就因为抑郁症已经没有办法上班，没有办法系统性的工作了。所以李听没了工作，没了收入，是因为李听自己的抑郁症，并不是因为王菊让他去了日本。让我们继续看王菊说，李听到了日本就立即喜欢上了这里。我当时把他和孩子送到东京，就回到了北京，有个错别字多了个语啊，希望找人疏通，把封杀的事情解禁了。没头苍蝇一样找了1个月，毫无进展。李听在微信里和我说，你干脆死了在国内的心，彻底来日本吧。进一步的说明，李听不仅不是被他叫去日本的，反而是李听让他彻底来日本吧。看啊，所以王菊你看这个厉害呀，这功底。日本好是好，但我不会日语，在这里没有任何社会关系，我在这里能做什么？2020年1月，疫情来袭，我被困在东京，无法回国，没有任何收入，可谓坐困愁城。所以这一点就呼应了刚才我的一个质疑啊，就是你看他又不会日语，没有任何社会关系，完了把李听弄去日本去治疗抑郁症，我觉得
这个逻辑不通啊！就或者是说那个时候他可能没有想过自己被封杀，他想在国内工作，让李菁自己在日本治疗抑郁症。那李菁自己又不会日语，然后也没社会关系。这个时候可能王菊还有金钱的支持，但是你想，一个不会日语的人，没有社会关系的人，完跑到日语去自己治疗自己的抑郁症，这个逻辑实在是令人匪夷所思啊！继续看，2021年2月，我和李菁签署了第一份离婚协议。离婚的具体原因，我们自己在协议里写得很清楚，主要原因是性格不合。原本以为离开国内的环境，两个人共患难会弥合在国内时就存在的各种冲突，但我们两个都努力了，也都失败了。说到这儿，我想再插一句，王菊你也是一个非常理智的中年人。俗话说得好，贫贱夫妻百事哀。在这种情况下共患难，而尤其你还是带着一个抑郁症患者，那只可能会制造更多的焦虑，两个人的关系只可能会更恶劣。怎么会弥合在国内时就存在的各种冲突呢？你这个太理想化了之前的想法，对不对？我们继续看，我们的离婚全程都是友好协商。2021年2月签署完离婚协议后，我就搬离了家，一个人住在朋友的民宿里。我们走完日本法律程序是2021年的10月，整个过程大约持续了8个月。期间，我们针对离婚协议数议期稿，最终也将协议递交了东京地方裁判所。帮我们办离婚的手续的有律师有翻译，均能见证我们协商过程没有任何欺骗性。好，下面重要的来了。3，我从未在离婚时承诺不再婚不生育，相反，我们的离婚协议里明确写有我们彼此再婚的约定，也详细约定了我一旦再有子女，双方子女的权益。在每一份协议的条款里均有同一性质的条款。这一段就彻底否定了李菁在直播视频里面提到的，一是王志安口头约定说不再婚，尤其是不生育。第二，王志安还说他们在协议里反而详细的约定了一旦再有子女，双方子女的权益。也就是说，不仅没有承诺不生育，反而约定了如果再生育，那么会出现怎么样的一个情况。也就是说，承认了这样的一种可能性，而且还白纸黑字的写在了协议里面。那么关于再婚和生育这个问题，可谓是两方的说法各执一词，完全相反。这个其实就非常好证明了。刚才我看到这个李菁，他在他的油管频道里面说，他马上就要做一期视频来逐一反驳王志安的各条声明。那李菁可能就会拿出离婚协议来证明这一条非常重要啊。这一条到底有还是没有，是目前最直接的一个证据啊。能够出示给大家看出两方谁在说谎的一个证据，就说明双方谁更有诚信一些。好，我们继续看。4，我们离婚时，我本人正值事业低谷，长达3年没有任何收入，举家来到日本，语言不通，前途一片渺茫。当时我们离婚协议里面约定，孩子的抚养费为每年100万日元，但孩子所有教育费用直到大学毕业均由我来承担。此外，还有一些其他方面的资助。凭良心讲，这份协议当时给予的抚养费用不高，但也是我在毫无收入前提下所力所能及承担的责任和义务。那这一条，我相信王菊说的应该都是真实的哈。因为昨天我做节目的时候就很疑惑呀，就是100万日元，就是每年100万日元，平均到每个月只有4000块钱人民币左右。那孩子上学怎么办呢？那这是一个连吃饭都不够用的一个费用。那孩子的教育费用和各种兴趣班怎么办呢？那这一点呢，王菊终于给出了答案，就是教育费用是王菊又额外承担的。那这一点李菁并没有去在他的直播视频里面指出来。关于这条声明，给王菊加1分啊。2021年11月，我回国为母亲奔丧，也为重新出来做事儿做最后的努力。结果当然是没有结果。2022年4月，我从国内回到日本，5月初我开始尝试做 YouTube。幸运的是，没有经历太多波折，频道就做起来了。3年半以来，头一次有了收入。随着收入的增加，我对李菁的资助也在不断上涨。现如今承担的费用远远不止我们离婚协议上规定的数字。我可以说，这些钱足以让李菁母女在东京过上稳定的中产生活。关于这个，就两方说法就完全不一样了哈。那李菁就说他意思就是他只收到了这个抚养费是每个月大概4000人民币左右，但是王菊说远不止这个规定的数字啊。随着他收入的增长，其实要说这个证据啊，本来也是非常明确非常简单，就是王菊啊，你肯定有转账记录，你不可能是每次都给现金每次给现金吧？那么你这个转账收入能不能给出示一下？再一次给你自己加1分呢？因为李菁现在的说法就是你只给了4000，我认为双方各执一词，也没有明显的证据到底说谁说的是真的。截止目前的信息，我们没有更明确的答案，只能在这儿打一个问号啊。继续看啊，
离婚后，李听家中的各种大小事务，从租房到母亲的签证，从搬家到公司运营，我都尽心尽力地承担。2024年，李听租的房子到期后没有找到住处，我将其一家3口接到我自己的住处，住了将近3个月。此时我已经有了女朋友，为了让李听孩子和老人搬过来，我让自己的女友搬回了自己的住所。女朋友有所抱怨，我说我只有这么一个女儿，我不能让她流离失所。这一切我从来没有和李听讲过。我一直认为女儿的事情就是我的事情，要解决女儿的事情就必须同时帮助孩子的妈妈，他们是一体的。我不帮助妈妈就帮不到我的女儿。这里面有2个细节，一个是关于李听妈妈现在到底在哪儿的事情，就是说按李听的说法，她妈妈一直在国内居住，那按王局的说法，已经把她的妈妈也办了签证，现在大概率可能在这边跟李听一起居住。后面因为他又提到了李听一家这样的字样，所以说应该指的不是说李听和他的女儿，而是李听的母亲李听和李听的女儿，这么是一家3口。那这是不是王局又在暗戳戳的说李听又在说谎了，说他的老母亲独自一人在国内，李听呢因为王志安的原因都没有办法回国照顾自己的老母亲，所以说王局的责任非常的重大。那在这里王局显然又在暗示李听在说谎，李听已经把他的母亲接到了日本一起共同生活，而且他还帮着照顾了他的母亲。那这个事情我就觉得又非常容易找到实锤的真相哈，因为你像李听的母亲到底是在国内还是在日本，还是说在日本住了一段时间又回国内了，这非常容易证明哈。就另外一个细节就是王局其实表达了他自己的女朋友其实是很好的一个人。你想客观来说啊，我觉得能像王局做到这个程度，就是为了让前妻和前妻的母亲还有女儿搬到自己家里面住，从而呢让自己现在的女朋友回自己的住所去住了。能做到这一点呢，客观来说我觉得没几个人能办得到。我认为王局这是对另外一个女性的一个伤害，也就是对他的新女朋友的一个伤害。说这儿我都忍不住要为王志安的新女朋友打抱不平，他居然能够让女性崇拜他，崇拜到这种地步，就这样的事情他都能说服他的女朋友来接受并且同意。其实王志安在2024年的时候，他的经济能力完全有更好的处理办法，就比如说他首先可以把他的女儿接到自己家里住，没有问题，然后帮助前妻和前妻的母亲尽快去找到一个房子。如果在没有快速找到房子的情况下，他可以还有一些过渡的方案，比如说啊，他可以去跟酒店去协商一个长租的一个房间，是吧？费用可能会高一点，但是总比和前妻的母亲这一家几口都住在自己的房子里，却把自己的女朋友赶回了自己家要好得多吧。实在不行还可以用短租的方式。所以啊，我认为啊，王局的这个做法，其实他绝对是伤害了他现任的女朋友。他这件事做的真的是更多考虑了自己。我们继续看王局的声明：我在1个多月内在东京买了一套4个卧室的公寓，李听一家搬了进去，紧接着又借钱给李听，让他买了一套学区房。而我自己这几年住过民宿，住过朋友家，至今还住在租住的房子里。我当然不敢说身为前夫我做的尽善尽美，但我敢说我一直在尽最大努力帮助他们，无论是孩子还是妈妈。离异家庭的彼此扶持远不是金钱能衡量的，这背后的付出和努力，除了当事人，外人很难体会。看到这儿，我们终于知道王局这几年做油管应该是赚了不少钱，但怎么感觉好像经济上一直还都是比较拮据的，因为他在节目中也偶尔谈到他想做更多的事情，但是呢现在的这个费用应该还是不够用啊。原来是买了房子然后借钱给李听。其实我要夸王局一句，这个事儿做得挺好，就说啊，你尽量自己啊，你的生活不要跟前妻再搅和在一起，因为你已经有了新的女朋友，你一定要区隔开。但是呢，在经济上又确实又帮助了前妻，无论是借钱还是买，还是自己的公寓，让李听一家先搬进去住，这都挺好啊。那这些内容啊，那我觉得王局说的应该都是真实情况。为什么呢？你看这里有个细节哈，他说给李听借钱让他买了一套学区房。因为之前啊我就比较疑惑，王局只给李听4000块钱，他连吃饭都不够，那怎么去租房子呢？为什么李听又说他在东京也有一个家，而且王局还有他这个家的钥匙呢？哦，原来答案在这里，就是李听自己实际上是买了一套学区房的，只不过这个钱的来源啊，按王局的说法是他借给李听的。这一点啊，双方的说法对上了啊。所以这一块我觉得没什么可质。继续看王局的声明：李听早年抽烟，在和我结婚后好不容易戒掉了一段时间，离婚后他又抽了起来，常常在孩子面前直接抽。我经常劝他戒烟，我说你只要戒掉抽烟的习惯，我每年就再多给你100万日元。很可惜他一直没有戒掉，
或许正因为我离婚后对李听家庭事务介入的太多，为2周之前的情绪爆发埋下了伏笔。这点我有点意外哈，就是王菊为什么又会指责李听这个抽烟的问题？你抽烟的习惯肯定不好，尤其是不应该在孩子面前直接抽哈。但是归根到底，我不觉得这是一个过大的问题。那王菊作为一个严谨的新闻工作者，对于跟他个人关系如此之重大的一个事件，我相信他的每一段文字都不是没有目的性的。那如果说有一个目的的话，那我想大概率就是想降低李听的形象。就是李听，你看你不仅抽烟，还在孩子面前抽，这难道是为后面他要争夺孩子的抚养权的给自己的一个给大家的一个说法？其实你看谁在生活中没有一些小毛病、小习惯不好的？那比如说杨幂还经常不洗脚，是吧？脚经常很臭。那你说像这样的一些小毛病，放在这样重大的一个声明里面来说，就有点显出来王菊啊，你这就是聪明反被聪明误，这就是小聪明啊。那这点小聪明啊，往往不仅达不到目的，反而呢会让你体现出来是一种心机男的感觉。所以王菊，我觉得你这段文字写的不好。继续看啊，6，今年1月我去欧洲采访，一天晚上李听和我抱怨元旦时我带女儿去宫古岛，没有带她一起去。我此前的确说过想带她一起去，但是现女友知道后很不开心，说你怎么能这样，都离婚了还带他们单独出去旅行。我告诉李听，我有女朋友了，可能不太方便带你一起去了，你找个时间和孩子单独出去旅行吧，无论去哪儿，日本还是国外，我都给你们承担全部费用。他当时说，祝贺你终于有了新生活，但希望我如果未来有孩子，一定不能遗爱，要给我们的孩子一些专门保证。我说怎么会遗爱呢？哪个孩子都是孩子，当父母的怎么可能顾此而失彼？大约2周前，李听获知我的女朋友怀孕，而且即将临产，他的情绪由此爆发。这之后发生噩梦般的经历，我真的不想再回忆。我或许会在视频里简单说一下，文字里每打一个字都犹如万箭。王菊在这里面说万箭穿心，我觉得他不是在做作，不是在表演，是真的感觉到痛了。这段文字我觉得没什么可以质疑的，和双方的说法都是一致的哈，就是两方都说过要曾经约好一起去旅行，但是王菊后来单方面给取消了。那王菊的说法就是因为他有新女朋友了，这非常合情合理啊。你带着女儿出去旅行没有问题，但是你又带着前妻一块去旅行，王菊，如果你真这么干了，那肯定是王菊你做的不对。你已经有了新感情，你就应该和前妻保持一定的距离，这一点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而且按照王菊的说法，李听当时是非常理解的，还祝贺他终于有了新的生活。紧接着一个细节就来了，就是说李听当时是能够接受他未来有孩子的，还说如果有孩子就不能遗爱，只要不遗爱就行了。应该说他们当时可能关系还是比较融洽的。那么事情爆发就是在2周前，前妻李听获知女朋友怀孕了，而且即将临产，情绪由此爆发。这说明什么呢？就是李听作为前妻，她虽然嘴上说你可以有新的感情，而且呢你甚至你可以未来有孩子，你只要不遗爱就可以。也许当时李听想的是，我就是嘴上这么一说哈。那王珊呢，你已经年过半百了，你再有孩子的可能性啊比较低了，而且你有那个精力吗？而且啊，估计他当时看着王珊天天忙忙碌碌的做节目，可能就没有那个情绪和精力再去要一个孩子。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个事儿真的就发生了。当这个事情存在于你脑海中和实际发生的时候，那种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尤其对于李听这样一个患有抑郁症的人来说，那么这个打击可能就是巨大的。所以王菊说他是万箭穿心，我想当时李听获知这个消息的时候，大概率也是万箭穿心。继续看王菊的声明。7，我想说的是，李听长期患有抑郁症，这类疾病常常分不清情绪和事实。我并不认为他近期在视频讲述的内容是有意说谎。他的抑郁症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因为服药情绪很稳定。这次情绪爆发的起因，部分原因是因为我没有处理好和他的沟通问题，这是我的错。这段文字王菊还是挺谦虚的，说这是他的沟通没沟通好，这是他的错。但是大家有没有看出来，王菊啊，他在认错的同时，其实话里话外说的还是抑郁症是起因，这个情绪爆发是根因啊。就跟他前面讲那个异曲同工，他前面说客观讲，正是因为我离婚后对李听家庭事务介入太多，也就是对李听家庭帮助太多的意思啊，那为这个情绪爆发埋下了伏笔。你看这2段文字的说法都是好像是在自我批评，实际上是在自我表扬啊，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啊？我们继续看，
家族里有严重抑郁症患者经验的人一定可以理解，和抑郁症患者长期打交道，需要格外的忍耐，承受超长的压力。这种疾病施害的对象是自己的亲人，越是亲近的亲人，他们的情感勒索就更严重。无数家庭悲剧的背后，都是这种疾病在折磨着患者，也折磨着家人。我不是为自己辩解，我只是想说，在这种长期压力下生活，我的情绪也已经常濒临崩溃的边缘。周日晚上我的失控，就是9天来无数排山倒海般的压力下。那这段文字我是比较赞同王志安的说法，应该说抑郁症患者的家属肯定面临着非常大的情绪压力，尤其是王志安，他做油管以来，其实他面临着非常多的问题，和工作上的各种问题也是非常多，包括其实经济他也是一点一点才好转过来，所以可以想象王志安这几年无数的殚精竭虑的一些夜晚，还有他情绪上的各种压力。所以这一段体现呢，没啥好说的。王志安确实承受了非常多的压力，所以他有时候的情绪爆发，我是非常能够理解的。大家每个人都扪心自问自己一下，你们是不是在自己的家庭生活中也有无法忍耐下去的时候，也会想要爆发的时候，想要怒吼的时候？所以这块我觉得王志安说的没有问题。接下来继续看啊，我和李婷婚姻续存期间，大多数过的都是这种日子。离婚后，我们的关系融洽很多，他有了新的感情啊，他有了新的感情啊，这个细节啊，一会儿说。我们之间有了疏离感，反而容易相处了。再加之他持续吃药治疗，在过去的3年半，至少我的感受，他已经近乎于一个正常的人了。但可悲的是，在2周之前，他突然再次爆发，一夜回到了过去的状态。对他这种表现，我十分熟悉，万分痛苦，也十分同情。这不是他的错，我们是疾病共同的受害者啊！你看这2个细节：第一，王志安说他提出自己也是受害者；第二个，他指出李婷其实有了新的感情。我觉得啊，应该是现在李婷可能跟新的感情也出现了问题，要不然他也不可能这几天又长期住在王志安的家里啊，他的新的感情也不可能同意啊。所以说可能是李婷有了新的感情，后来又分手了，然后这是我自己的一个个人猜测啊，看看李婷后面的回应。所以呢，那李婷在有了新的感情的时候，就把他的精力和注意力的焦点，包括他可能抑郁症的时候的一些情绪的发泄对象，就针对了新的感情。那对于王志安呢，反而关系融洽了很多啊，这就是王志安的说法。那现在可能是因为他们分手了，所以李婷呢又把他的关注的焦点又转回到了王志安的身上，再加上王志安和他的女友又要迎来新的小生命，那么这2项叠加，于是李婷就爆发了啊！继续看。李婷目前的精神状态，我即便想要帮助她，也爱莫能助。从区役所到警察，所有机构都建议我们之后应该物理隔离，不再有任何交集。我自己也很怕和她在这种状态下保持联系，但如果我掉头离开，又无比担心我的孩子。他只有8岁，正是心理构建底层逻辑的年纪。看到没有？我说王志安他作为一个严谨的新闻人，他每一段话肯定都是有目的的。这段目的是什么？就是要争夺抚养权。看来王志安是真的要争夺抚养权了，就是说他要跟前妻李婷要保持物理隔离了，那又担心他的孩子，那怎么办？只有把孩子的抚养权争夺过来啊！继续看，李婷怀孕的时候患有甲减。医生当时说，这个孩子有大概率智力会受到影响，建议流产。李婷当时无比决绝，坚持要这个孩子接受急速提升甲状腺素的治疗。那段时间，他经常因为药物反应无法入睡。我没有担心生出来的孩子存在先天缺陷。也是那段时间，李婷的情绪非常不稳定。我人生中唯二2次打救护车的经历都发生在那个时候。孩子出生后，第一时间做了检查，医生说一切指标都正常，但是孩子的智商需要到2、3岁才能看出来是否存在缺陷。我们一路做着各种检查，陪着孩子长大。现如今，他长得聪明伶俐。上周三晚上，李婷在我家情绪失控，孩子悄悄拿起妈妈的手机，走到楼下，拨通了我们一位共同朋友的电话。这位朋友火速赶到现场，他最终将李婷和孩子送回自己的家。一个8岁孩子的善解人意，令人心碎。这里面我就有一个疑惑，李婷为什么要住在王志安的家里面？他为什么不住回自己的家里面？所以说，确实和前妻2个人如果已经离婚了，又过多的搅和在一起，就容易出各种矛盾。从这一点来说呀，我觉得王局我还是比较理解他的吧，就说应该物理隔离啊。但是前提是确实按照你说的，你给了很好的一个经济上的一个补偿和支持，那我觉得物理隔离真的是非常应该的。无论是对你的前妻，还是对你的孩子，还是对你现任的女朋友，都是一个比较公平合理的一个做法。我们继续看他的声明。上周日的早上，我和李婷在我们家爆发了一场争吵。哎
怎么又在一起呀？这怎么天天搅和在一起？这些天从没有说话，一直默默看着的孩子突然大声喊道：“你们吵来吵去，有考虑过我的感受吗？”那个瞬间，孩子像个家长，因为顾全大局而隐忍，而我们就像个不懂事的孩子。我需要李听重新站起来，回到过去几年的状态。我十分感激他当年的决绝和坚持，为我们带来了一个天使般的女儿。读到这儿的鼻子一酸。我手机存的女儿从产房到上一周所有的视频照片，每遇到烦心事儿，点开手机听听她当年咿咿呀呀的小奶音，我的心就被治愈了。现如今，我们的孩子等着他陪伴，等着他和他一起成长。我们彼此都是各自生命的一部分，难分难舍，骨肉相连。他们健康则一起健康，崩溃会一起崩溃。为了疾病的循环不会代代相传，我必须让李听重新好起来。这段王军你说得好啊，希望你也能够按照这段好好做，不要把李听送到什么精神病治疗中心去治疗啊，会强制治疗，千万不要干这样的事情啊！这样对抑郁症患者我觉得没有好。尤其像你说的哈，李听呢，他在过去3年半表现他像个正常人，相信他只要过去了这个坎儿，也就是说他接受了你和新女友有了新的宝宝这件事之后，他应该会重新好起来。因为李听确实是一个很知性认知也比较高的一个女性，我们都对她有信心，你也要对她有信心，你是要帮助她，不应该去让她去做强制治疗之类的事情啊。最后来看，希望各位能一起来支持我和李听，她现在需要的是帮助她根据病情问诊就医，稳定服药，让她情绪重新稳定下来，而不是在网上给她的情绪添柴加火。这是专业医生的建议，这种支持只会让她病情加重。我们这些亲人在备受伤害煎熬的同时，只能无助无力地看着她迈向深渊。请给李听和我们的女儿还有我一个有希望的未来。最后这段话呢，我觉得王战说的有一点道理，但是我觉得还有一个角度他也可以考虑一下，就是李听啊，现在他有 YouTube 这样一个频道，他可以发声，他可以说说他自己的看法，还能跟网友进行交流。其实也许呢，反而对他的抑郁症有一定的安慰作用。其实你想，如果一个抑郁症患者，他跟外界有非常少的联系，他现在在日本应该朋友也不多，然后呢，现在你可能跟他要进行物理上的隔离。如果你要真的在争夺抚养权，他如果再失去女儿，他又没有网络这样一个平台跟网友聊聊天谈心的话，那我觉得他的病症啊可能会恢复的更慢。所以我倒是觉得，其实你应该支持他做油管的节目啊，这个我觉得王局应该支持他发声。但现在最重要的是，你们要把你们的关系调和好。不仅仅是李听心里要过这个坎儿，你自己啊，我觉得也应该要是对李听认识到他有抑郁症，你已经认识得非常清楚了，在这个关键节点多一些耐心，然后尤其要充分利用你们之间共同的朋友，尤其这个时候你一定要多砸点钱，让李听啊感受到一个安全感啊。这个砸钱不是说让他闭嘴的那种砸钱，你是要给李听一个安全感，让他知道啊，在日本这个地方，他现在虽然可能没有那么多的依靠，但是呢，你在经济上给他默默的支持，他是能够体会也能感受得到的。那通篇呢，我再说一下我的感受。通篇看起来，其实王爵，其实你看在里面，我前面已经逐段也都说了，他其实埋了很多的伏笔，而且他也做了很多的解释，他也否定了很多李听的说法，而且有一些暗戳戳的一些自己的一些目的，那我就不再重复了。总之，王爵，我觉得你也不要太担心的一点是，我一直在看你这个粉丝量啊，你的粉丝量并不会因为这次事件，不管怎么样，不会因为这次事件导致你这个频道受到非常巨大的影响。反而呢，因为这次事件，李听可能因祸得福啊，他的油管频道反而做起来，大家看到没有？他可能马上就会到10万粉丝了。最终的结果，也许这个事件会是一个极大欢喜的一个结局吧。希望都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王局，你也加油啊！最后还要提一点啊，我们特别期待李听看看他的说法。对于王局，他说要做一期节目来逐一驳斥王局的声明。那如果后续李听的说法有更多的出入信息的话，我也许会再做一期节目来讲解一下。我是不是有点太无聊了？本期就讲完了，下期再见。